这2年，房地产市场经历了过去10年都没有过的变化，房价从缓慢下行演变成了结构性的下跌，从有人卖变成了抢着卖，从盼跌变成了跌了也没人买了。这些表象不是我们的情绪，而是一种趋势。今天呢，我们不讨论情绪，也不站队任何群体，我们只讲3样东西：真实的数据、底层的逻辑和家庭的决策。首先，咱们来看看房价到底跌了多少。数字比情绪更诚实。根据中国房地产指数系统的最新数据，百城均价从2021年的每平方米大概1.6万跌到了现在的1.3万，3年累计跌幅18%。这不是某个城市的孤立事件而是全国范围的结构性下行。其中呢，1线城市当中，深圳从高点跌了42%，上海跌了36%，而一些人口外流的2、3线城市更是夸张，跌幅超过50%的样本并不罕见。数字告诉我们一件事儿：推动房价持续上行的底层因素，现在正在同时消失。今天的中国房地产不再是金融资产了，它正在回归居住属性本身。而另外一方面，这2年很多房东不是被迫卖房，而是主动出清资产。这背后呢有3个逻辑：第一，租售比低于无风险的收益率，很多房子正在从家庭资产变成沉没成本。要判断你的房子还是不是资产，我们主要看现金流。举个例子，你的房子现在要卖的话，能卖300万，那年租金呢能收5万，租售比大概是 1.7%。而现在10年期国债收益率 1.8%， 这就意味着如果你拿300万买国债的话，收益比买这个房子高。如果再加上物业、税费、空置维修，实际租售比呢可能会更低。当投资回报率跑不赢国债，那你的房子呢就会从资产变成了亏损的重资产。当然了，如果你上有老下有小，3代同堂的话，那我觉得咱们也不能完全用资产价值来衡量自己居住的房子，毕竟呢一家人住在自己的房子里还是踏实。但是第2类加杠杆的家庭，现金流就会出现吃不消的情况。即使房贷利率这2年都在降，但是呢，国家整体人口在减少，年轻人就业压力大，居民收入增速变慢，让现金流压力成了大家的主要矛盾。当家庭现金流撑不住的时候，很多房东会选择主动减仓，而不是被动割肉。第3个原因就是交易流动性恶化，越等越难卖。这点呢比下跌更致命。过去是价格贵，但是也能卖出去，现在呢是价格便宜，也没人要买，尤其是二手房。一套成交价就能够拉低整个小区的价格，小区成交价越低，其他房东呢越想赶紧卖，而卖的人越多，价格就越下跌，价格越多呢，买的人就越不敢马上买，这就是典型的负反馈循环。房价不是被砸下去的，而是在失去流动性中自然下行的。那么你的房子到底现在是资产呢，还是负债呢？你可能在网上听过一句话：能赚钱的是资产，不能赚钱的是负债。但是用在房子上，我们要看3个指标：第一，租售比，房子本身的年收益率是什么；第2，无风险收益率，通常呢我们用国债收益率来做比较；第3，实际持有成本，包括房贷利率空置物业费等等。所以结论非常清晰如果你房子的租售比大于国债收益率加房贷成本，那你的房子是资产；如果房子的租售比小于国债收益率，那你的房子是负债。中国多数城市目前处于租售比低、国债收益率高于租售比、持有成本仍然不低的这么一个状态，所以很多房子财务属性上是负债。尤其是3、4、5线城市，学区贬值的，小区老旧的，需求萎缩的，租客减少的，空置率上升的，这些房子会长期跑输金融资产。最近呢，我还听很多朋友讨论房贷贴息，这个机制也很简单，就是原本的房贷利率假设是 3%， 那国家补贴 1%， 购房者呢实际支付 2%， 它其实解决的是银行的息差、购房者的现金流压力、市场的情绪稳定，但是它并不能改变中国长期的人口结构变化、城市收缩、房地产供需的变化、财政模式的转型和投资逻辑的转换。所以贴息是托底，而不是房地产的反转周期。这就意味着未来呢，中国家庭的财富来源将会发生变化。过去的10年大家的财富增量主要来自于土地、房地产、杠杆、城市扩张。未来5年呢，驱动力会来自于科技、创新、生产力、资本市场、高质量的企业。这就意味着我们的家庭资产正在从地产为王转向股权为主，大家不是不再买房，而是买房不再是家庭财富的主要配置目标。
未来当房地产企稳，那也不是下一轮暴涨的开始，而是上一轮时代的结束。所以，如果你今天正面临买不买、卖不卖的纠结，那你可以把房子放进自己的家庭资产结构里，重新审视一下，它是不是正在产生正向的现金流，能否跑赢无风险的收益，会不会拖累家庭的现金流，它在你的资产组合里占了多少的比例。当你能用资产逻辑理解房子的时候，你就不会被情绪带着走了。我是苏涵，我们下期见。